完了，彻底完了！穿越到这强者为尊的修仙界，别人都是圣体神脉，我堂堂太乙圣地第9峰的大师兄，居然是个丹田漏风的纯凡人。战五渣，给我破！修仙界杀人夺宝那是家常便饭，第9峰现在就我一个活人。师父常年在外躲债，其他峰的弟子早就对第9峰的资源虎视眈眈了。要是让他们知道太乙圣地的大师兄是个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的废物，我绝对会被剁成酱的！不行，我得连夜提桶跑路。丁，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危机，无敌领域系统已激活。系统，我就知道穿越者的标配外挂绝对不会缺席。快给我来个荒古圣体，或者直接让我原地飞升大成期，我要打10个！本系统不提供修为灌顶，当前已为宿主绑定无敌领域，以宿主当前战力位置为圆心，半径10米范围内，宿主处于绝对无敌状态。在领域内，宿主无视任何境界压制，言出法随，随手一皆为大道法则，连天道亦可踩在脚下。这就是我的能力吗？哈哈哈哈！绝对无敌，言出法随，那我还跑个屁啊！在这修仙界，我直接横着走。系统，这领域能移动吗？我现在就去第1峰，把那个爱装的圣子按在地上摩擦。领域位置已固定于第9峰小院，不可移动。一旦宿主离开领域范围，将立即恢复为毫无修为的凡人状态。等，不能移动，那我岂不是成地孤灵了？那这领域怎么升级？范围怎么扩大？领域范围每天固定扩大1厘米，一天扩大1厘米，1年才3米多。等领域扩到山脚下，我骨灰都凉透了。你这叫无敌系统？你这叫坐牢系统？10米就10米吧，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个视凡人如草芥的修仙界，只要我苟在这个院子里，我就是神。从今天起，这条白线就是我的生死线，哪怕外面天塌下来，哪怕有9天仙女在外面跳舞，我陆长生要是敢踏出这条白线半步，我就是狗！我操，什么情况？我这乌鸦嘴开光了！怎么可能？我因心魔反噬，刚才那一剑已经完全失控，威力直逼结丹巅峰。可大师兄他竟然连手指都没动一下，仅凭护体罡气就将我的剑意化作了春风，而且他身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这就是传说中的返璞归真，大道无形吗？我操！吓死爹了！刚才那道光劈过来的时候，我他妈连走马灯都看见了。还好老子没跑出院子外那条白线，无敌领域，永远的神。不过这娘们谁啊？怎么跑到我院子门口吐血来了？碰瓷啊！原来是二师妹，你不在洞府闭关，跑来我这青云峰做甚？大师兄，如烟修炼出了岔子，剑心蒙尘，灵堂将碎，若再无法突破，恐将沦为废人。整个太乙圣地，唯有大师兄深不可测，恳请大师兄救我！救你？我他妈的一个凡人怎么救你？给你做个人工呼吸吗？不行，得先把他稳住。万一他在外面自爆了，溅我一身血怎么办？得让他进到无敌领域里来。到了我的地盘，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得给我盘着。外面风大，进来说话。一踏入院子，我的心魔竟然被硬生生镇压了。大师兄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等恐怖的境界？难道是化神？不，就算是师父李道然，也绝无这般改天换地的通天彻地之能。坐，说说吧，怎么回事？大师兄，我修的是太上忘情剑道，一往无前，明哲不弯。可近日我试图凝聚元丹，却发现剑意太盛，刚极易折。
每当我想将剑意引入丹田，便觉得万箭穿心，真气逆流，三花聚顶之势瞬间溃散，武器朝弹之机也被彻底斩断。他在说什么？什么三花，什么武器，什么刚极异炼？这他妈的是修仙还是在背文言文啊？我上辈子就是个苦命打工人，你跟我扯这些量子力学级别的修仙理论，我怎么接？大师兄，我该如何破局？不行，不能慌，只要我不开口，就没人能看穿我的虚实。古人云，只要装得够深沉，别人就会自己脑补。大师兄的动作好慢，不是慢，是没有任何多余的轨迹。哎呀，走神了，水倒多了，这逼装漏了，怎么办？赶紧圆回来。师妹，你太执着于剑了。满则溢，空则融。满则溢，空则融。过刚一转，唯有如这杯中之水，包容万象，方能爆发出斩灭一切的威能。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刮龙卷风了？他身上怎么还会发光？这就是修仙界吗？我就是倒水走神溢出来一点，他就原地升级了？这女人的脑补能力也太可怕了吧！多谢大师兄传道授业之恩，若非大师兄以无上道运点化，如烟今日必定走火入魔，生死道小。大师兄之境界，如烟便是仰望万年，也难以企及万一。能悟透是你自己的造化，起来吧。莫要动辄跪拜，修行之人当有傲骨。是大师兄教诲，如烟铭记于心。可算糊弄过去了，还好我看过几百上网文，装高深这套我熟。哼。这第九峰真是越来越破了。峰主常年不在，就剩下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大师兄和一个练剑练成傻子的柳如烟。就这种垃圾山头，凭什么每个月还能领3块中品灵石的月例？就是，那点灵石喂狗都比给他们强。咱们圣子说了，以后第9峰的资源全都归咱们第1峰接管。今天咱们就上去，让那个叫陆长生的废物把灵石乖乖吐出来。他要是敢说半个不字，我就打断他的狗腿，让他好好清楚，这太乙圣地究竟是谁说了算。陆长生，别扫你那破地了，赶紧滚出来，把你这个月的灵石全都交出来，孝敬你王虎爷爷。放肆！区区第1峰内门弟子也敢直呼大师兄名讳，今日我便斩了你们得舌头！如烟，退下。是，大师兄。大师兄这是何意？难道是觉得这些蝼蚁不配脏了我的剑？是了，大师兄这等隐世仙尊，最重因果，定是想亲自教训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大姐，你别冲动啊，这几个人一看就是来找茬的。你要是拔剑把事情闹大，第1峰的长辈找上门来，我这凡人战五刷的底细，不就彻底暴露了吗？哈哈哈哈哈！陆长生，算你识相，知道得罪我们第1峰的下场。既然你不敢让柳师姐动手，那就自己滚出来，把灵石双手奉上。只要他们不进院子，不越过这条白线，我就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他们能拿我怎么着？给脸不要脸的废物！你以为躲在里面装聋作哑就没事了？老子今天就拆了你这破院子！滚出去！言出法随，化大道于无形。大师兄这一扫爆，扫的根本不是地，而是这世间的因果业障。没有动用一丝一毫的灵力，却引动了天地法则。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境界？我的天，吓死我了！还好我机灵喊了一嗓子，这系统真他娘的给力啊！不过
那几个倒霉蛋不会被拍死了吧？算了，不管了，只要进我院子，天王老子也得挨一巴掌。聒噪！如烟，门坏了，记得找人修一下。是，大师兄神威，如烟受教了。小伙，你还以为你是3年前那个精彩短艺的天才吗？经脉尽断，无法聚集灵力。哼，你就是个废柴。连你的未婚妻瑶池圣地的外门天才纳兰嫣都亲自上门把你给退了，你还有什么脸面赖在我们太乙圣地求道？滚吧！第一封不收垃圾。今日之辱，我萧火记下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放肆！一个废人也敢大放厥词！老夫今天就废了你这双腿，让你爬着下山！谁？是谁敢袭击老夫？长老，不好了，是王虎师兄！王虎师兄被人打废了，全身骨头都碎了。一即将筑基期巅峰从山顶轰飞到山脚，这等通天手段绝对是隐世大能。其他峰不留我，那我就去第9峰，哪怕是跪死在那里，我也要搏出一线生机。毫无修为波动，这怎么可能？能一击秒杀王虎的人，怎么可能是凡人？是了，这必定是传说中的返璞归真之境。这位前辈的修为恐怕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化神期。我操，这哪来的血葫芦，跑到我这儿碰瓷来了？我这院子连只鸡都没有，可赔不起医药费啊！何事喧哗？晚辈萧火，本是太乙圣地外门弟子，因体内残魂吸失灵力，修为倒退，沦为废人。今日遭未婚妻当众退婚，受尽同门屈辱，求前辈收留。萧火愿做牛做马，只求能学得一招半技，洗刷今日之辱。修为倒退，当众退婚，好家伙，这他妈不就是传说中的经典废柴退婚流男主吗？这妥妥的天命之子啊！这种气运之子，最擅长逢凶化吉，把他留在院子里劈柴挑水、打扫卫生，简直是极品免费劳帮力啊！唉，30年河东，30年河西罢了，相见即是缘。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第9峰的三师弟，进来吧。多谢大师兄，多谢大师兄再造之恩。没有灵气，居然连一丝灵气都没有。传闻修为通天彻底的大能，能将自身道场化作无灵之地，以此来磨砺返璞归真的大道。大师兄的境界，竟然恐怖如斯。大师兄，我虽入第9峰，但大仇未报，恳请大师兄赐下速成之法，让我能尽快拥有手刃仇敌的力量。速成之法，我自己连引气入体都不会，教你个锤子！看到那堆柴了吗？去把柴劈了。劈柴？满则溢，空则荣。你心中执念太深，戾气太重，连最简单的柴都劈不好，谈何报仇？去吧，什么时候劈完，什么时候再来问我。这是千年玄木，千年玄木坚硬如铁，水火不侵。结丹期修士用极品飞剑全力斩劈，也未必能留下一道白痕。大师兄竟然拿它当普通的柴火烧。大师兄说的对，这是对我的考验。如果连这千年玄木都劈不开，我萧火还有什么脸面谈报仇？不可能，差距太大了，我连一丝灵力都没有，光靠肉身怎么可能用凡体劈开千年玄木？我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吗？三师弟，你真像了，大师兄让你劈的岂是这区区朽木？大师兄行事处处暗合天道，这千年玄木代表着你心中的重重阻碍，这生锈铁斧便是你残破的凡躯。大师兄是想告诉你，只要道心通明，凡铁亦能斩断天地桎梏。这小子是不是脑子缺根筋，连块木头都劈不开？我今晚拿什么烧火做饭啊？
照他这个进度，我今晚得吃生米了。停下吧，别瞎费劲了。大师，我太笨了，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我连块木头都劈不开。让你劈个柴，至于吗？闪开，看好了。这破木头有那么难劈吗？这小子肯定是没干过农活，连发力技巧都不会。算了，我亲自给他做个示范，赶紧劈完好生火做饭。这怎么可能？我懂了，我终于懂了。大师兄是在向我展示肉身成圣的至高大道。所谓开天，不假外物，只凭一腔孤勇于这凡人之躯。开天铁术，给我破！一斧开天，大道至简。大师兄竟然引导三师弟感悟了失传已久的上古体术，这等神鬼莫测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我操！这小子发什么羊癫疯？劈个柴怎么还爆衣了？修仙界的人果然脑子都不太正常。既然你看懂了，剩下的柴就交给你了。记住，不要骄傲。多谢大师兄再造之恩，消火此生，万死不辞。废物，全都是废物！让你去第九峰探探实实，你竟然被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一扫把打进了茅坑！我第一峰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圣子明鉴呀！那陆长生绝对有古怪。他虽然身上没有灵力，但他那院子里肯定布置了极高明的杀阵。弟子刚一踏进去，就被一股恐怖的法则力量锁定了，根本来不及反应啊！杀阵，就凭第九峰那个穷的连灵石都发不出来的破地方，能布置什么杀阵？不过是用了些见不得光的下糟法宝罢。圣子，还有一件事，弟子在第九峰看到了如烟师姐，她不仅对陆长生言听计从，甚至还用那种极度崇拜的眼神看着他。柳如烟，那个清冷高傲，连看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的剑道天才，竟然对一个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的废物投怀送抱，那是本圣子看中的女人。陆长生，你个鸠占鹊巢的蝼蚁，凭什么？好一个陆长生！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本圣子心狠手辣了。影大影二，滚出来！属下在。今晚子时，潜入第九峰，我要你们把陆长生那个废物的项上人头完完整整的带回来见我。记住，避开他院子里的那些破铜烂铁，直接一击毙命。圣子放心，杀一个凡人不过是碾死一只蚂蚁。大哥，前面就是第九峰山顶了。这地方灵气稀薄的连狗都不愿意来，那叫陆长生的废物竟然在这里当大师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可大也。圣子说过，那小子虽然毫无修为，但院子里可能有古怪的杀阵，那个外门喽啰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大哥，你太多虑了，一个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的凡人，能翻起什么风浪？能布置什么杀阵？就算有，顶多也就是些吓唬低阶弟子的障眼术。咱们可是结丹期，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速战速决，砍下他的脑袋装进储物袋，回去向圣子复命。记住，别弄出太大动静，惊动了其他峰的长老，终究是个麻烦。大哥，我探查过了，别说杀阵了，连个最基础的聚灵阵都没有，这简直就是凡俗界村夫住的猪圈。等等，你看地上，这算什么？画地为牢？这陆长生莫不是个傻子吧？以为在地上画条线就能挡住我们第一峰的暗杀？哼，看来圣子是高估他了。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
也就骗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外门弟子。走，进去。这花椒太上头了。大哥，目标在床上，毫无灵力波动，睡得跟猪一样。我左你右，直接解决掉。切！这是什么力量？不！老板，再来一份变态辣鸭血。修仙界的空气就是好，连做梦都那么真实。好家伙，这什么玩意儿？谁把灶台里的草木灰撒我门口了？这修仙界的绿化看着挺好，但是 PM2.5 怎么这么高啊？一晚上没关严实窗户，就飘进来这么多黑灰，都快积成小山了。这草木灰可是上好的霞肥，正好给花补补营养，废物利用，我可真是勤俭持家的小天才。丁，新的一天已到来，无敌领域范固定扩大1厘米，当前领域半径10米07厘米。1天1厘米，这得苟到猴年马月才能下山去勾栏听曲啊！修仙界太危险了，动不动就害命夺财，只有在这个圈子里，我才是安全的。谁要是敢踏进我这白线半步，哼哼！昨夜，老夫在冥想中隐隐捕捉到一丝极其恐怖的天道法波动，那股气息霸道绝伦，仿佛9天神雷降世，竟让老夫的元神都感到了一丝战栗。那个气息方向是青云峰，难不成是第9峰那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大师兄陆长生？最近这第9峰风头极盛。先是柳如烟领悟弱水剑意，昨日宗门小比，那新上山的废柴小伙更是大放风采，他们都口口声声说是受了陆长生的指点，一个凡人如何能指点出这等天才？顾长风，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哼，没想到老夫的名字居然传到了仙界，更遑论引动那种级别的法则之力。莫非此子身上隐藏着什么惊天大秘？亦或是被某位魔道巨斗夺舍了？事关我太乙圣地安危，老夫今日必须亲自去探一探这陆长生的虚实。好无聊啊，连个手机都没有。这修仙界没网没电的日子实在太煎熬了，只能下下五子棋打发时间了。毫无灵力biến动，不仅没有灵力，连气血、神魂都与世俗凡人无异，这怎么可能？难道他真的只是个没有修为的废柴？不，这世上没有如此完美的伪装，除非他的境界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夫，达到了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无上之境。既然肉眼看不出端倪，那老夫就用神识强行探查。若你真是凡人，老夫自会收敛力量；若你别有用心，老夫的神识瞬间就能将你镇压。被动防御机制触发。怎么可能？那到底是什么力量？没有阵法变动，没有法宝气息，甚至没有丝毫灵力外泄，仅仅是触碰到那片空间的边缘，老夫锤炼1000年的神识便被瞬间抹杀。若非老夫退得快，恐怕连神魂都要被那股至高无上的法则之力搅碎。哎呀，我去！刚才光顾着发呆，左手这颗白子怎么下到这里了？
这不等于把右手黑子凑齐5连游的活路给堵死了吗？这伍子棋下的真是自己坑自己。他叹气了，难道他已经察觉到了老夫的试探，在对老夫的自不量力感到失望？这不是普通的棋局，这是失传了10万年的无上杀阵——周天星斗大阵，以天地为局，以星辰为子。他在推演天道生灭，他在执掌万界轮回。这等境界，莫说是老夫，就算是传说中的大乘期、渡劫期仙尊，也绝对做不到啊！五子连竹，绝杀！我操，这老头谁啊？碰瓷的吧？怎么跑到我院子门口来吐血了？等等，这服饰好像是主峰的大长老古长风。大长老不在主峰纳福，跑来我这荒山野岭作甚，还弄脏了我院外的地。长生，不，大师兄，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惊扰大师兄推演无上大道，老朽罪大恶极，求大师兄恕罪。推演无上大道，我他妈在下伍子棋啊！这老头脑补了什么东西？天下如棋，一步踏错便是满盘皆输。大长老，你可明白？大师兄这是在点我，他是在警告我，若是我太乙限定走错一步，顷刻间就会像那棋盘上的白子一样灰飞烟灭。老朽明白，老朽彻底明白了。大师兄隐居青云峰，乃是我太乙圣地万世修来的福分。从今往后，老朽愿为大师兄牵马坠斗，绝无二心。这老头还挺上道，只要不进我院子，不发现我是个战五之就行。行了，退下吧，我喜欢清静。是，老朽这就滚，绝不打扰大师兄清修。传老夫法旨，从今日起，任何人不得踏入第9峰半步，违令者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大长老，我不服！第9峰那个陆长生，不过是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废物，凭什么享有此等特权？明日就是宗门小比，难道还要我们第1峰让着那个缩头乌龟不成？你个不知死活的小兔崽子，那可是能以星辰为子，随手拿捏天道的大恐怖！你想死，别拉上整个太乙圣地！放肆！赵无极，你敢抗命？老夫的话就是规矩。小比之上，谁也不许针对第9峰。弟子遵命。老东西被陆长生灌了迷魂汤，我可没有。王腾，明日小比给我狠狠地踩第9峰的脸，特别是那个新收的废柴萧火，我要他在全宗面前像条狗一样爬不起来。我倒要看看他陆凌城还能在山上当缩头乌龟到什么时候。哼，圣子放心，一个被退婚的废物，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他。哟，这不是第9峰的师姐弟吗？怎么，你们那个废物大师兄呢？又躲在山上扫地，不敢见人了？哈哈哈哈哈！听说第9峰穷得连把像样的法器都没有，你们看那个新来的，居然背着一把生锈的砍柴斧头，哈哈哈，真是笑死个人。也就是柳师姐貌若天仙，非要跟着那个战五茶。第1峰的狗，滚上来受死！敢辱我大师兄，今日我必拔了你的舌头！大师兄，我呸！他要是敢下山，我让他3招。师姐，对付这种垃圾，脏了你的剑，让我来。区区一个刚入门的废柴，也敢大言不惭？
看我废了你的四肢，让你像蛆一样爬回第9峰。大道至简，大阴甚深。大师兄教我的开天体术，没有花里胡哨的法术，只有纯粹的力量。庶子敢来，竟敢下此毒手！好一个第9峰，好一个陆长生，躲在山上当缩头乌龟，靠着2个新入门的战武力逞威风。李刚被冻成冰雕，王腾被打成废人，我第1峰的脸都被你们这群废物丢尽了。圣子息怒，实在是那柳如烟和萧火太过邪门，而且他们还大放厥词。说什么？他们说他们这点微末伎俩不及大师兄1/1000之一，还说圣子您连给陆长生提鞋都不配，不及他1/1000之一。我倒要看看，这个连灵力边动都没有的废物大师兄，到底装神弄鬼到了什么程度？点齐人马，随我去第9峰。今日，我小赵要亲自撕下他那张虚伪的面具，把他踩在脚下。第9峰陆长生，滚出来见我！你纵容师弟师妹在演武场下毒手，残害同门。今日，我小赵以第1峰圣子之名向你下战书。我操！第1峰的疯狗怎么找上门来了？这帮修仙的都不用睡觉的吗？火气这么大！下山是不可能下山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下山。除了这条线，我特么连山下的野狗都打不过，下去给你当沙包吗？小赵，你吵死了！出家，这是什么功法？佛门的狮子吼？不对，这声音里居然蕴含着天地法则的绝对威压。他连面都没露，仅仅一句话就破了我的护体真气，他到底是什么境界？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乃结丹巅峰太乙圣地年轻一代的第1人，陆长生明明是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废物，怎么可能仅凭一句话就破了我的护体真气？他到底隐藏了什么修为？明老，您怎么来了？废物！堂堂第1峰圣子，未来要执掌太乙道宗的人，竟被别人一句话吓破了道心。你平日里的狂傲都去哪儿了？明老，不是我无能，是那陆长生，他太邪门了。他刚才那道音波，绝对是化神期以上的威力。他是在扮猪吃虎。愚蠢！你仔细用脑子想想，他若真是化神大能，为何不敢下山与你一战？为何要龟缩在那破院子里，只敢用这种手段虚张声势？您的意思是？老夫刚才在暗中看得一清二楚，那小子身上根本没有半点灵力波动，他之所以能发出那种音波，必定是借助了第9峰历代峰主留下的上古护山大阵，或者使用了某种极其罕见的一次性法宝，依靠外物，终究是旁门左道。他死守着那个院子不敢迈出一步，
就是因为一旦离开阵法的范围，他就是个任人宰割的凡人蝼蚁。今日老夫就亲自出手，戳破他这层纸老虎的伪装，替你拿回圣子的尊严。多谢明老，求明老将其镇压，我要让他跪在我脚下舔鞋。一切看好，元婴之下皆蝼蚁，老夫无需动手，仅凭元婴威压，便能隔空震碎他的道心，让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妈耶，这也太夸张了吧！我他妈就随便喊了一嗓子，怎么感觉外面像是引爆了一颗核电？罪过罪过，我可没想杀人啊，是他们非要在外面吵吵闹闹的。修仙界太危险了，动不动就打打杀杀，还是我这小院子里安全。呼，只要我不出去，天王老子来也拿我没辙。今天天气不错，适合睡个午觉。狂妄，简直是目中无人。面对老夫的到来，他竟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还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摇扇子。无知小辈，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你以为躲在龟壳阵法里，老夫就奈何不了你吗？这年头，修仙界连个城管都没有吗？大中午的在别人家屋顶上乱飞，还嗡嗡嗡的乱叫，跟个大号绿头苍蝇似的，还让不让人睡午觉了？庶子狂妄，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在老夫面前装模作样，真以为老夫不敢杀你？好，好，好，既然你非要找死，老夫今日就成全你。这是你自找的。这山里的穿堂风还挺凉快，刚才天好像阴了一下，估计是要下阵雨了，得赶紧睡，下雨天最适合睡觉了。怎么可能？老夫的幽冥寂灭印足以夷平一座山头，怎么会凭空消失了？连一丝灵力biến动都没剩下，这到底是什么邪门阵法？幻觉，一定是某种高阶的幻术阵法。老夫堂堂元婴修士，岂会被你这区区障眼法吓退？远程法术既然无效，那老夫就用肉身强攻，只要冲进阵法枢纽，我要你的老命！装神弄鬼的蝼蚁，给老夫死来！我操！高空抛物，这他妈是要砸死我啊！不是，我都拿喇叭喊了让你别进来，你这老头怎么这么倔呢？哎，非要进来碰瓷儿是吧？我都拿大喇叭喊了让你别进来，你这老头怎么听不懂人话呢？这下好了，把我院子砸出这么大个坑，你赔得起吗？这股力量，这绝对不是什么阵法，这是纯粹的大道法则，言出法随，镇压万物。他根本不是什么凡人废物，他是大成期，不，这是渡劫期的威压。这个远古老怪物，居然一直在扮猪吃虎。圣子，您听，这惊天动地的动静，肯定是明老施展了无上神通，把那破院子给拆了。哼，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也敢在本圣子面前装神弄鬼。明老乃元婴中期的大修士，杀他陆长生，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轻松。恭喜圣子，贺喜圣子！等那陆长生一死，这第九峰的洞天福地就是咱们的了。那清冷高傲的柳如烟，
也是圣子您的囊中之物。走，随本圣子上山收尸。我要把陆平生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太乙圣殿的山门上，让全宗上下看看得罪我小昭的下场。既然你辱我太甚，那老夫就是魂飞魄散，也要咬下你一块肉。老夫要自报原因，拉你这方圆百里一起毁灭。陆长生，老夫跟你同归于尽！我操！碰瓷就算了，你还随身带炸药包啊？这什么破声音，跟指甲刮瓣一样，吵死了！滚出去炸！别脏了我的地！这年头，什么神经病都有。大清早的跑别人院子里练蛤蟆功，真晦气。圣子，快看，天上掉下来个什么东西啊？贾三，去把那废物的尸体接住。得令，圣子您就看好吧。废物东西，连具尸体都接不住。明老，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圣子，他不是人，他是怪物。我的元婴碎了，元婴碎了。明老可是堂堂元婴中期的大能，就算放眼整个东荒，也是排得上号的强者。怎么可能去了一趟山顶，连一炷香的时间都没到，就变成了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陆长生那个没有一丝灵力波动的废物，到底用了什么妖法？陆长生，你敢毁我护道者，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还是这无敌领域好用，管你什么元婴老怪，进了我的地盘，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只要我死守着这条白线不出去，我就是这天元大陆的真神。师弟，你刚才看清了吗？大师兄那一脚看似平平无奇，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实则封锁了天地气机，蕴含了破灭万法、返璞归真的无上大道。师姐说的对，我隐约从那一脚中看到了开天辟地的雏形。大师兄这是在用实际行动教导我，体修的最高境界，一力降十会，万法皆可破。大师兄真是用心良苦，他明明拥有碾压一切的实力，却甘愿在这破旧小院中劈柴扫地，这是何等淡泊名利的心境。大师，我用心良苦个鬼啊！我只是怕那老头自毁，弄脏了我刚扫干净的院子。好，你们这两个脑补怪，不去写画本真是屈才了。陆长生，你这卑鄙小人，定是用什么阴毒的法阵暗算了明老。我小赵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撕下你虚伪的面具。怎么又来一个送人头的？我之前不是用大喇叭喊过了吗？有种你进来啊！在外面游弋狂吠算什么本事？好，好，好！你以为我不敢吗？第一封禁术，血煞燃魂诀，给我开！大师兄小心，他动用了燃烧寿元的禁术，现在的气息已经逼近元婴期了。大师兄，快躲开！休伤我大师兄！也就是个稍微大点的沙包，不过这家伙叫的实在太难听了，吵得我脑仁疼。这是什么力量？不！我的丹田不行了，我的修为，我变成废人了。唉，可惜了我那颗花生米，今天火候掌握的刚刚好，外酥里嫩，咸淡适中，就这么浪费在这个蠢狐身上了。师姐，
我刚才没看错吧？大师兄他用一颗花生米废了一个半步元婴。不，那绝不是普通的花生米。师弟，你境界太低，根本看不出大师兄那一击的恐怖。那一指弹出，暗合天道运转之理，那颗花生米上分明缠绕着至高尚的破灭剑意。大师兄这是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可为剑的传说境界。别说是花生米，就算是一根草，在大师兄手中也能斩尽日月星辰。原来如此，我懂了。大师兄这是在借机点化我，他是在告诉我，体修的极致不需要任何花哨的法术，只需将肉身力量压缩到极致，哪怕是屈指一弹，也能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能。大师兄，您的教诲，小伙铭记于心。不是，你们俩有病吧？那就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盐水花生啊！哪来的破灭剑意？哪来的肉身极致？你们这脑补能力，不去天桥底下说书真的可惜了。万法皆空，唯心不动。你们能从这一击中悟出自己的道，也不枉我浪费这一颗花生。多谢大师兄指点。怪物！第9峰的大师兄是隐世的仙魔，大师兄饶命！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灵虫，求大师兄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行了，别在这耗丧了，吵得我脑仁疼。带着你们的废物圣子，还有那个什么半死不活的护道者，立刻滚出第9峰！以后再敢来脏了我的院子，就不只是一颗花生米的事了。多谢大师兄不杀之恩，多谢大师兄。总算忽悠走了。这修仙界的人怎么都一惊一乍的？不过这无敌领域还真是好用，只要不出这条白线，我就是无敌的。文珠，以后打死也不下山。圣主，各位长老，出大事了！第一峰完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慢慢说，究竟发生了何事？难道是魔道妖孽打上门来了？不是魔道，是第9峰的陆长生，他疯了！他不仅一脚废了云长老的元婴，还用一颗暗器打穿了圣子殿下的丹田，圣子他废了！一派胡言！陆长生不过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全靠李道然那个老匹夫的面子才坐上大师兄的位置，他怎么可能废得了元婴期的云长老？不管他用什么妖法，敢残害同门圣子，这是形同叛宗的死罪。圣主，此子定是被什么上古邪祟夺舍了，企图颠覆我太乙圣地。好一个陆长生！本座念在第9峰一脉单传的份上，一直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传本座法旨，封锁第9峰，所有内门长老随本座亲赴青云峰。本座倒要看看他陆长兴究竟长了几个胆子，敢在我太乙圣地造反。若他真入了魔道，本座今日便清理门户，将他神魂俱灭。遵命，誓死捍卫圣地威严。这修仙界的日子真是无聊透顶，没有手机，没有 WiFi， 每天除了扫地就是喝茶。刚才活动了一下筋骨，现在倒真有点饿了。哟，小家伙，你也饿了吧？来，相见即是缘，请你吃顿好的。这可是我独家秘制的盐水花生，外面想买都买不到呢。逆徒陆长生，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圣主，您看他手里那颗花生米，毫无灵气波动，却隐隐散发着令天地法则都臣服的道韵。刚才第1峰圣子的丹田就是被这等神物击穿的。此等返璞归真，视万物为刍狗的姿态，难怪云长老那等元婴期的高手在他面前连一招都走不过。他究竟达到了何等境界？化神
炼虚还是大成？拜见第九峰大师兄。我操，打了小的来老的，连圣主都亲自带队杀过来了。这阵仗是准备把我挫骨扬灰吗？不行，稳住，绝对不能露馅。只要我不出这条白线，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跪下。何事？长生啊，本座此番前来是想了解一下第一封圣子之事。他纵然有错在先，但他毕竟是我太乙圣地的圣子，关乎宗门颜面。圣主，你这是何意？哦，不，老臣不敢。严厉个屁！他带着元婴期老棍堵在我家门口要杀我，我要是没这无敌领域，早被他们剁成肉泥了。哼，现在跑来兴师问罪，哼，没别的意思。他站得太高，挡了我的阳光。挡了阳光，就因为这个，废了一个圣子和一个元婴长老，这未免也太荒谬了吧！挡了阳光？不，大师兄这等超脱世俗的隐世真仙，怎么可能因为区区自然光线而动怒？这阳光指的必定是我太乙圣地的气运，是我正道的光明。大长老，最近第一峰的行事作风是不是越发飞扬跋扈，甚至暗中与某些不明势力有来往？圣主明鉴，老朽近来确实查到，第一峰名下的一些产业似乎与魔道散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碍于他圣子的身份，一直不敢声张。原来如此，长生原来是在暗示第一峰暗中勾结外敌，遮蔽了我太乙圣地的正道之光。大师兄高瞻远瞩，原来您不是在恃强凌弱，而是在替天行道，为我太乙圣地清理门户啊！传本座法旨，第一峰圣子勾结外敌，德不配位，即刻起剥夺其圣子之位，打入寒冰炼狱，永不录用。第一峰所有涉事长老严加审问。不是，我就随口扯了个德，你们这群老梆子脑补出了一部谍战剧。大师兄，元圣子既废，我太乙圣地不可一日无圣子。本座与众长老一致决定，欲立您为我太乙圣地的新任圣子，统领年轻一代，震慑东荒宵小。不知大师兄意下如何？当圣子？当圣子是不是得去主峰开会？是不是得下山历练？老子一出这条白线就是个战五渣，去送死吗？绝对不行！圣子，虚名罢了，我不当。大师兄，这并非虚名啊！圣子乃是圣地未来的接班人，可享受圣地60%以上的修炼资源，更可号令10万内门弟子。立谢大典，主峰之上万宗来朝，何等风光！怎么办？怎么办？总不能说我出去就会变成战五提吧？得编个高大上的理由唬住他们。有了，修仙小说里最喜欢扯什么因果业障。这世间红尘业障太重，我若踏出此院半步，牵动天地因果引发的红尘业障，尔等承受得起吗？红尘业障，踏出半步便会牵动天地因果。我懂了，我彻底懂了。大师兄的境界早已超越了凡人的认知，达到了传说中言出法随、因果加深的无上之境。难怪大师兄画地为牢，大门不出，二门不盖。他根本不是在苟且偷生，而是在以一己之力镇压着青云峰下乃至整个太乙圣地的恐怖业障啊！大师兄大义，老朽愚钝，竟用世俗的繁文律节来要求您，老朽该死，老朽有罪呀！大师兄为了护佑宗门，宁愿在这简陋的小院中忍受无尽的孤独，背负天地因果，却被我们误解为性格孤僻。我等真是不为人子。不是，这帮老东西平时修炼都把脑子修坏了吗？我说啥他们信啥。不过这样也好，总算把下山这事给糊弄过去了。罢了。不知者无罪，你们且回吧，莫要扰了这方清静。不行，大师兄高风亮节，是名利如浮云，但我太乙圣地绝不能让功臣寒心。圣主，这是我宗最高信物太乙令。不错，大师兄既然不能下山沾染业障，那这冲锋大典不办也罢。但这圣子之位，必须是大师兄的。大师兄，此乃太乙令，见令如见本座。持此令者，可无条件调动圣地进京阁所有功法，宝库所有资源。今日本卷生杀废立妾令留在这小院之中。大师兄，请务必收下。哦吼，不用出门，不用开会，还能白嫖全宗的资源，这种好事不拿白不拿。以后想吃什么山珍海味，直接拿这牌子点外卖就行了。既然如此执着，
那这块牌子我就勉强替你保管几天吧。多谢圣子成全，我等这便告退，绝不再打扰圣子清修。大师兄，为了镇压天地业障，您真是太伟大了！我要让这天地为我颤抖。我萧火在此立誓，我要成为这片大陆上最强大的武者。这紫金牌子分量倒是挺足，不知道用来砸核桃好不好使。不愧是高级货，比我之前的那块破砖头顺手多了。那可是太乙令啊，蕴含着圣地势力在祖师大道的无上法器。大师兄竟然拿它来砸核桃！大师兄，师弟受教了。小火，在世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圣地信物，在大师兄眼里不过与一块凡间板砖无异。这等返璞归真，是权势如粪土的境界，师弟简直望尘莫及。我真的只是觉得他砸核桃比较顺手而已啊！这小子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阅读理解？你能悟到这一层，也不枉我一番苦心。去吧，继续劈柴，莫要骄傲。圣主，瑶池圣地那边派人来了。哼，上届大比瑶池圣地的排场，大家也都看到了，出尽了风头。这次轮到我们，他们话里话外都在暗讽我们太一圣地日渐式微，拿不出像样的排场。此次大比不仅关乎我太一圣地的颜面，更是重新划分东荒各大势力资源图图的关键。我们不仅要办，还要办得气吞山河，震慑群雄。老朽建议立刻开启主峰广场的太阵，扩建10倍，作为此次大比的会场，以此彰显我宗底蕴。太极造化大阵固然宏大，但比起瑶池的9天悬空岛，还是差了一丝惊艳。况且我们现在一张足以碾压全大陆的绝对底牌，只要有他在，莫说是瑶池圣地，就算是全东荒的宗门加起来，也得乖乖低头。圣主的意思是去请示第9峰那位。哼。太乙圣主求见圣子。这老头怎么又来了？不是刚把太乙令塞给我吗？又想搞什么幺蛾子？千万别是叫我下山开会啊！何事惊慌？启禀圣子，100年一次的东荒圣地大比即将拉开帷幕，届时全大陆数十个顶级圣地、上百个隐士师门，共计数百万修士都将齐聚我太乙圣地。几百万修士，那得有多少元婴化神期的老怪物？这要是随便哪个人看我不顺眼，在院子外面丢个 AOE， 我这凡人肉胎岂不是连灰都升不上？此次大比盛况超前，关乎我宗1000年威严。本座特来请示圣子，这大比的会场应当是设在何处？大比的流程又该如何安排？还请圣子明示。你们爱去哪儿打去哪儿打，只要别把我卷进去就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来问我，几百万人又如何？我很忙的。可是圣子，这大比……别可是了，我不管他们是什么圣地还是世家，想比武想见我，让他们自己来找我，别指望我挪动半步。太乙圣主，你们太乙圣地若是临时紧缺，大可向我瑶池借贷，将100年一次的东荒盛会设在这等鸟不拉屎的荒山野岭，莫非是存心羞辱天下群雄？就是，连个像样的迎客大阵都没有，空气中连一丝仙气都闻不到。太乙圣地难道真如传言那般气数已尽了？放肆！尔等凡夫俗子，懂什么大道至简？将大比设在第9峰，乃是我宗圣子第9峰大师兄的法旨。大师兄言道：天下修士皆需亲自登门，方显诚意。能在此地沐浴大师兄的大道余晖，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造化。太乙圣主，你是失心疯了吧？一个连面都不敢露的缩头乌龟，被你们吹成了什么隐士大能？哼，还沐浴他的余荒，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太乙第一天才能躲到什么时候。这特效，这大场面，几百万人啊！修仙界的春晚也不过如此吧？天上飞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个个气息恐怖的吓人，感觉随便吹口气就能把这山头给平了。幸亏我机智，死活没答应下山。只要我待在这白线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盘着。
大师兄，山下那些蝼蚁如此大放厥词，辱及您的威名，您为何还能如此气定神闲？夏虫不可语冰，狗咬了你一口，你还能咬回去不成？看戏就行了，吃瓜吃瓜。夏虫不可语冰，好可怕的境界！大师兄的意思是，那些名震天下的圣主、老祖，在他眼中不过是朝生暮死的夏虫，根本不配引起他内心的丝毫波澜。这就是传说中太上忘情的无上心殿吗？大师兄慈悲，不愿与这帮凡俗计较。但我咽不下这口气，只要大师兄一声令下，我这就下山，用您传授的开天体术打爆他们的狗头！哎，别冲动，你们俩谁也不许去。就这根线，你敢越界半步，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他怎么还不走啊？不会是发现我在装吧？这要是被拆穿了，我以后还怎么混啊？完了，他不会真发现了吧？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大师兄，您是怕我们下山吃亏，宁愿自己背负骂名，也要将我们护在您的羽翼之下吗？师弟懂了。你懂什么了？你就懂了。算了，继续举着镜子，给我换个机位。我想看那个瑶池圣地的非洲。太一圣主，你们不是把那个什么第九峰大师兄吹上天了吗？不是说他一指就能碾碎元婴吗？让他滚下来啊！不许你侮辱大师兄！大师兄只是不屑与你交手。不屑？我看是被吓尿了裤子，躲在茅坑里不敢出来了吧？什么狗屁圣子，我看就是个欺世盗名的废物。有本事就让他下来接我一刀！一群跳梁小丑也配在这里大呼小叫？既然太乙圣地无人，那这大笔的彩头，我瑶池便笑纳。臭娘们儿，你算什么东西？敢抢老子的风头，给我死来！聒噪。化神期，我的天！瑶池圣女不到20岁，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化神期，这等天赋简直万古无一。太乙圣都这次麻烦大了。太乙圣地真传大弟子张玄，元婴巅峰，请瑶池圣女赐教。你太弱了，不如一起上吧，免得浪费本圣女的时间。狂妄！接我太乙玄天剑！大师兄，太乙受辱，我第九峰身为圣地之首，绝不可坐视不管。如烟愿下山迎战瑶池圣女，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捍卫大师兄与圣地的威名。万一你被打死了，谁给我扫院子洗衣服？不行，必须拦住他。区区化神，不过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罢了。你若去，岂不是自降身价？可是大师兄，那顾倾城如此猖狂，若无人出面，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第九峰？如烟知道境界有差距，但如烟的剑，明哲不弯。抓狂，怎么办？怎么才能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还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算了，让他去吃点苦头也好，反正有太一圣主在下面看着，死不了人。罢了，既然你执意要去，便去吧。记住我教你的，剑道之争不在修为，在心。去吧，莫要坠了你那杯茶的感悟。大师兄在点拨我，这根枯枝看似平凡，却蕴含着枯木逢春、生死轮回的无上大道。大师兄是在告诉我，弱水见益，遇强则强，无视境界的桎梏。多谢大师兄赐宝，如烟定不辱命。赐宝？我他妈就是随手折了根柴火棍啊！这丫头又脑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拿根破树枝就敢上台，你是来搞笑的吗？辱我大师兄者，死！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让我死！瑶池仙音，斩！弱水见益，满则溢，空则荣。这是何等高深的剑意，竟能以柔克刚，跨越一个大境界，化解化神期的攻击。如烟他何时领悟了这等大道法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区区一个刚踏入元婴期的蝼蚁，怎么可能破了本圣女的化神级杀招？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极道地兵？极道地兵？顾倾城，你的眼界太狭隘了。这不过是大师兄见我临行前随手从院子里折下的一根柴火棍罢了。大师兄的境界，岂是你这种凡俗之辈能看透的？随手折下的一根树枝，就能弥补一个大境位的鸿沟。陆长生，你竟敢如此折辱于我！你以为派个师妹拿根破树枝就能打发我瑶池圣女吗？陆长生，你少在上面装神弄鬼，有种就滚下来，与本圣女堂堂正正的战一场。躲在一个女人背后，算什么正道魁首？不行不行，这娘们明显是上头了，我绝对不能出这个院子。只要我在这条白线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盘着，得想个办法把他骂走，至少不能让他看出我的虚实。我很忙，没空。这就是大师兄的格局，区区化神期，连让大师兄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狂妄，简直狂妄至极！我瑶池圣女乃东荒第一天骄，他陆长生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轻视我瑶池底蕴！陆长生，你欺人太甚！你既然不下来，那本圣女就亲自上去，踏平你这第9峰！顾倾城，你敢冒犯大师兄，你找死！不好！顾倾城动用了瑶池秘术，这一击的威力直逼炼虚期。大师兄虽然修为通天，但这般毫无防备。倾城这一剑，定要让他知道叫天外有天。我靠！这娘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我他妈都说没空了，你还硬往上冲，这速度，这特效，这是要拉着我同归于尽啊！我操！这疯婆婆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我他妈都说了没空了，你还硬往上冲，这速度，这特效，这他妈是化神级大能的自杀式袭击吗？这要是砸在院子外面，光是爆炸的冲击波也能把我这凡人骨架给震成粉末了吧？连一片衣角都小心翼翼地收拢在。系统，你最好别坑我，说好的领域内绝对无敌，立体空间也算吧。他要是从天上垂直砸下来，你可得接住啊！我还没娶老婆呢，我不想死啊！陆长生，你这缩头乌龟，靠着几句故弄玄虚话就想骗过全天下！今日我便要撕下你的伪装，用我的瑶池现剑，将你连同你这破院子一起斩成齑粉，让你知道轻视本圣女的代价！大师兄当心，这疯婆娘燃了精血，她在拼命！倾城此剑名为天河道观，乃我瑶池最高秘传，一旦施展，不留余地。别说他陆长风，就算是炼虚期大能硬接这一剑，也要暂避锋芒。太乙圣主，你们这位被吹上天的大师兄，今天怕是要生死道消了。这就是狂妄自大的下场。大师兄为何还不拔剑？他甚至连防御法宝都没有祭出，难道这就是真正强者的自信吗？他到底要如何化解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大师兄，你一定有深意的，对不对？陆长生，给我死来，受我一剑！我的灵力，我的瑶池秘术，怎么全都不见了？救命啊！这怎么可能？我的倾城呢？我那么大一个带着天河道观剑意的化神期圣女呢？怎么突然就掉下去了？
这他妈是幻觉吗？我的天哪！你们看清了吗？大师兄根本没有动，他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仅仅是凭借站在那里散发出的无形气场，就瞬间剥夺了瑶池圣女的全部修为。言出法随，不，这已经是超脱了法则的境界。大师兄站立之地便是绝对的禁区，连天地灵气都不敢在他的院子上方流转，这才是真正的无上大道，不至于物，万法不侵。我竟然当着全天下修士的面啃了你，这不可能！我是瑶池第一天才，我是未来的东皇女帝，我怎么会在这个连一丝灵气都没有的凡人面前如此狼狈？幻觉，这一定是某种卑鄙的幻阵！陆长生，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瞎狗造的，这疯婆娘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地上一个大坑，吓老子一跳。他刚才喊什么？要把我碎尸万段？妈的！幸好老子画了这条白线，只要在院子里，天王老子来了也是个弟弟。这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再不浇点水，花都要渴死了。年轻人啊，就是火气太大，不知道心静自然凉的道理。我的秋水无痕剑啊，那可是我瑶池传承了3000年的底蕴啊！一滴水，一滴凡水，怎么可能压碎极品令剑？瑶池老太婆，你懂个屁！这是大道法则，这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无上境界。大师兄根本就没有出手，他只是在浇花，仅仅是浇花时不小心溅出的一滴水，就足以镇压你那引以为傲的圣女。这怎么可能？一滴凡水，居然封锁了我的元神，镇压了我的化神期修为。言出法随，无视天道法则，这种手段绝不是什么隐世大能，这是传说中早已绝迹，能够镇压一个时代、横断万古的无上大帝。他隐居在这荒山野岭，伪装成凡人，绝对是在以天地为盘，下一盘惊天大棋。而我竟然妄图挑战一尊活着的大帝！哎呀妈呀，这娘们怎么还趴在地上？我刚才就是手抖了一下，溅了一滴水而已。她该不会是想碰瓷吧？这可是瑶池圣地的圣女，要是真死在我院子里，瑶池那帮疯女人还不天天堵在白仙外面骂街？我这无敌领域才这么点大，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得赶紧把她弄走。你还有何话可说？前辈息怒，晚辈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天威，死不足惜。但晚辈向道之心，天地可见。今日得见前辈无上真容，方知以往所修皆是井底之蛙。青城愿放弃瑶池圣女之位，斩断过去一切因果，只求前辈开恩，收青城为徒。青城愿当牛做马，侍奉前辈左右，只求能窥得一丝无上大道。收徒？开什么国际玩笑？我一个凡人连练气都不是，教你个化神期的大能？萧火天天劈柴，柳如烟天天看水缸，这俩脑补怪已经够让我心惊肉跳了。再来个圣女天天盯着我，我这老底迟早被扒个底朝天，绝对不行。我第9峰的门槛不是什么人都能跨进来，徒弟我不缺。是啊，我算什么东西？区化神期蝼蚁也配做大帝的弟子？看来今日我注定要陨落于此了。这妹子长得倒是挺水灵的，而且刚才砸坏了我院子里的2块地砖。既然不能收徒，不如弄个免费劳动力，以后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的活就有人干了。不过我这院子确实挺大的，正缺个擦桌子、扫院子的丫鬟。你若愿意便留下，若不愿意，门在那边，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大帝不收我为徒，却赐我抹布让我做丫鬟。是了，大帝一定是看穿了我心性浮躁、傲气太重。这哪里是抹布，这分明是大帝赐予我的红尘炼心之物啊！大帝是在点化我，只要我能扫去心头尘埃，擦净神魂污垢，必能直指大道。倾城愿意，多谢主人赐宝，多谢主人再造之恩。倾城必定日日擦拭石桌，扫清心头业障，绝不辜负主人的一番苦心。你有病吧？一块破抹布至于吗？算了，赶紧去把厨房的碗洗了。三师弟，你看。
看到了吗？大师兄不费吹灰之力，仅用一滴水、一块抹布，便折服了化神期的瑶池圣女，这是何等通天的手段！大师兄的境界早已超越了这方天地，那块抹布定是蕴含了无上大道的极道地冰，我必须更加努力劈柴，绝不能被这新来的丫鬟比下去。好险好险，差点就露馅了。这帮修仙的脑子都有坑吗？不过免费得了个化神期的高级保姆，以后这院子里的安全系数应该直线上升了吧？奇耻大辱，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瑶池圣地耗尽千年气运培养的圣女，居然被人当作下贱的丫鬟使唤。息怒，息怒啊！长生他行事向来高深立克，此番举动，说不定是在传授倾城侄女什么绝世秘法。放屁！洗碗算哪门子绝世秘法？你太乙圣地欺人太甚，真当我瑶池无人吗？陆长生，不管你装神弄鬼到底是什么修为，今日敢辱我瑶池，本座必将你这第9峰夷为平地。镇宗法宝翻天印，你疯了！此印一出，方圆千里生灵涂炭呐！翻天覆地，震杀万物，与我去死吧！是翻天印！圣主竟然动用了翻天印！这可是连天道法则都能砸碎的极道地冰啊！大师兄小心，此物不可硬扛。大师兄快退，我来挡住他！陆长生，你就算再强，在翻天印面前也只能化为齑粉！去死吧！真是吵死了，吃个苹果都不让人消停。这破铜烂铁还真够烦人的，挡我晒太阳就算了，还搞得满院子灰。完了，哪怕是仙人降世，也不可能用一颗苹果核挡住极道地冰啊！大师兄这是放弃抵抗了吗？不可能！我的翻天印，那可是极道地冰，怎么会被一颗苹果核？一颗果核，仅仅是一颗吃剩的果核，就击碎了极道地冰，重创了大成期巅峰的老妖婆。长生他到底是什么境界？难道是传说中的先帝下凡？极道地冰碎了，被一颗苹果核砸碎了。能给这种无上惩卫当丫鬟，别说洗碗，就算让我每天给她洗脚，也是我瑶池祖坟冒青烟了。大师兄随手一击，便蕴含着破灭万法的无上大道。师妹受教了。大师兄牛，一颗果核干碎极道地冰，这才是真正的开天之威啊！吓死我了，还以为这破院子要被砸烂了，还好系统给力。大惊小怪什么啊？不过是随手扔了个垃圾罢了。小伙，去把院子外面扫干净。记住，修行之人切忌乱扔垃圾，破坏了花花草草就不好了。是，谨遵大师兄教诲。大师兄您歇着，奴婢这就去给您把锅刷得锃光瓦亮。一击，不，连一击都算不上，只是一颗果核，我瑶池万年地狱竟敌不过他随手一掷。老妖婆，你惹下滔天大祸了！这位陆前辈绝对是超越了大层期的无上存在，甚至可能是真仙降世。刚才那道金光若是偏上几分，我们整个东荒怕是都要被夷为平地。不行，必须立刻上山请罪。若是前辈动怒，我等皆要灰飞烟灭。诸位，我太乙圣地大师兄向来问平衡，只要你们心诚，想必他老人家赶尽杀绝。走吧，随我上山觐见。太乙圣主携东荒百宗同道，
特来拜见陆长生前辈。我去，什么情况？这帮老怪物怎么全跑我院子外面跪着了？我刚才扔个垃圾，不至于把他们吓成这样吧？别过来啊！敢跨过白线，我就跟你们拼了！何事喧哗？陆前辈，晚辈瑶池圣主有眼无珠，冲撞了前辈先天位，晚辈死不足惜，只求前辈大发慈悲，放过瑶池圣地100万弟子。这是我瑶池3条极品灵脉，10株10万年神药，以及9天玄铁矿，全凭前辈发落。子府圣地献上9转金丹100枚，求前辈庇护。万象圣地献上天阶功法10部，愿奉前辈为主。发财了，发财了！这得卖多少钱啊？可惜我出不去，这帮老狐狸把东西放线外，是不是在试探我？绝对不能上当。哼，一堆破铜烂铁也敢拿到我面前丢人现眼。前辈息怒，晚辈实在拿不出更好的了。大师兄，果子洗好了，您尝尝。倾城好样的，只要能抱紧这位大能的大腿，我瑶池要崛起了。我这人最怕麻烦，既然你们懂了规矩，就把东西留下，人滚吧。以后东荒的事别来烦我。从今日起，第9峰方圆100里列为禁地，任何人未得召唤，不得入内。谨遵圣令，吾等告退。总算是糊弄过去了。不过这东荒第一人的名头落到我头上，以后怕是想低调都难了。必须得把这条线守死，打死也不能跨出去半步。可算早就干净了。这帮老登一个个修为高的吓人，脑补能力更吓人。再多待1秒，我这凡人战五了的底裤都要被看穿了。萧火，倾城，师兄有何吩咐？请大师兄示下。门外那些破铜烂铁堆在那里实在碍眼，挡了我的风水。你们俩辛苦一趟，把他们搬进来吧。大师兄，这些可是各大圣地的底蕴啊，随便拿出一件都能买下一个小国。您管这叫破铜烂铁？怎么，修仙之人当修心，若是被这些外物迷了眼，还谈何大道？在我眼里，他们与地上的泥沙无碍。原来如此，大师兄是在借机敲打我，我竟被区区极品灵门乱了道心，真是惭愧。大师兄视万物如刍狗，这等心境，我萧火10辈子也赶不上了。这才是真正的仙尊风范。我瑶池那些长老为了几块灵石争得面红耳赤，在大师兄面前简直就是一群井底之蛙。多谢大师兄指点，倾城受教了。我们这就去把这些垃圾清理进来。还好有这2个免费劳动力，东西放在白线外，我根本不敢出去拿。现在好了，全进我兜里了，发财了，发财了！搬进来后，随便找个角落堆着吧。柴房那边刚好缺个垫桌脚的，把那几本天阶功法垫上。弄完你们就早点歇息吧。遵命。很好，都睡熟了。接下来是每天最神圣的时刻。丁，午夜0点已到，新的一天开启。无敌领域范围扩大1厘米，当前领域半径10米0 30厘米。狗系统，抠搜的要命，一天1厘米，1年才3米多。想把领域扩到山脚下，估计得等到太奶显灵。1毫米、5毫米、1厘米，就是这里。撞高手真的累啊！这修仙界太危险了。不过，只要在这条线里，谁来了也没有用。困死了，明天还得早起扫地呢。1000年了，本座终于嗅到了外面鲜活的血肉气息。封印已配列7成，不出3日，本座便可重见天日，血洗东荒。恭迎老祖，老祖神威盖世，天下无敌。少拍马屁！本座沉睡期间，东荒局势如何？那太乙圣地可还有能入本法眼的老不死？回老祖，太乙圣地的老一辈早已没落，但最近第9峰出了个名叫陆长生的怪胎。怪胎？此人极度邪门，瑶池圣地的翻天印被他随手扔出的果核击碎，就连元婴老贵也被他一脚废掉。如今整个东荒都奉他为尊，若不除掉此人，恐成好祖出世的最大阻碍。区黄口小儿也敢称尊，多半是太乙圣地为了稳固地位，推出来装神弄鬼的傀儡。本座赐你们一缕本源血血，趁本座破封之前，
潜入第9峰，把那个叫陆长生的脑袋给本座提回来。若连个装神弄鬼的废物都解决不了，你们就自己跳进这血池当养料吧。谨遵老祖法旨，定叫那陆长生身首异处。圣主，万魔窟的封印真的松动了，那股魔气绝对是1000年前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血魔老祖。当年为了封印他，东荒正道死伤过半，连上一代圣主都陨落了。如今他若破封而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拿什么挡？慌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圣主，您这话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忘了，咱们太乙圣地如今坐镇着一位什么样的存在？对呀，有大师兄在，大师兄连天道法则都能随意玩弄，区区一个被关了1000年的过气魔谋算个屁呀！说不定大师兄早就推演到了这一天，所以才一直留在第9峰不出门，就是在等着魔头主动送上门来。没错，传我令下去，全宗上下该吃吃该喝喝，不用理会万魔窟的动静。只要有长生在，我太乙圣地就是这天下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那个传说中天下第一人的道场，连个像样的护山大阵都没有，连墙头都是用破木板钉的。我已经用幽冥鬼眼看过了，那小子正坐在院子里，他身上连一丝一毫的灵力变动都没有，凡人的不能再凡人了，经脉闭塞，气血虚浮，我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入秋了，这山上风真大，明天得让小伙去砍点柴，把窗户糊上。这帮修仙的都不用吃饭，老子可是凡人，饿得前胸贴后背啊！今晚得炒个酸辣土豆丝加餐。果然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老祖说的对，这就是太乙圣地推出来虚张声势的傀儡。那什么击碎翻天印的传闻，绝对是瑶池圣地配合演的一出双簧。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过去割了他的脑袋，回去向老祖领赏。等等，你看地上那条白线，一条用石灰画的线而已，有何玄机？你懂什么？这叫虚实结合。太乙圣地既然敢把它放在这里当诱饵，这院子四周绝对埋伏了绝世杀阵。那条白线很可能就是阵法的出发边界，只要我们踏入半步，立刻就会被绞杀成肉泥。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好险，差点就着了正道的道。那我们该如何是好？难道就在这干看着？哼，正所谓百密一疏。他太乙圣地再怎么算计，把这天上和四周的防御做得滴水不漏，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从地底潜入。大哥说的对，我这有一件下品灵宝，钻天鼠骨铲，专破各种土系禁制，挖地道那是绝活。好，天上地下，唯独这地底是阵法的盲区。我们从这白线外30米开挖，斜向下打洞，直接挖到这小子的脚底下，给他来个土龙破杀，一击毙命。只要杀了这个正道的精神支柱，老祖的大业便可势如破竹。动手！大哥，这青云峰的土是玄铁做的吗？怎么越靠近小院正下方，这土就越硬啊！我的灵宝都快卷刃了。蠢货，这说明我们挖对了。越是核心区域，地脉被那绝世杀阵加持的就越坚固，千万不要用灵力硬碰硬，以免触动阵法警报。用纯肉身力量，一点点给我抠。大哥，我堂堂化神期魔尊，当年杀人如麻，现在居然在这徒手刨土。我已经吃了10颗暴气丹来补充体力了，吃得苦中苦，方为魔上魔。想想老祖许诺的副崩主之位，为了魔道复兴，给我挖！丁，新的一天，无敌领域半径扩大1厘米。唉，别人家的系统都是秒天秒地，我这破系统每天就给1厘米，3天了才扩大了1指宽，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小伙那小子天没亮就去后山杂树练拳了，如烟又闭关感悟什么狗屁剑意。顾倾城那丫头去后山挑泉水，偌大个第9峰，连个做早饭的人都没有。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上面灵气全无，甚至连最基础的防御符文都没有。果然被我猜中了，内部完全不设防。距离不到半米，就是现在，给我爆！陆长生，你那白线杀阵再强又如何？还不是被我们从地底完美避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这年头，修仙界的刺客都这么内卷了吗？嫌在外面进不来，居然自己挖地洞送货上门，还精准定点到了我的灿板前。陆长生，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我们会从地底潜入吧？没有了外面那个沙阵，你在我们眼里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看他那呆滞的样子，估计连反抗的念头都没了。大哥，别跟他废话，直接搜魂，然后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带回万魔窟。好不容易扫干净的地，这3个神经病从哪里钻出来的？还把我的厨房弄得全是泥。唉，这可是我最心爱的青砖地。大清早的，连顿安稳饭都不让人吃。算了，先切菜吧。狂妄庶子，死到临头还敢无视我们！我要把你剁成肉酱！动手！施展天魔解体大法，务必一击必杀！吵死了！这是什么玩意儿？难道是刚才地底钻出来的时候带出来的某种变异真菌？长得跟肉丝似的，还挺均匀。这修仙界的生态环境真是越来越奇怪了，看着就倒右口，还把我的地弄得这么糟。师姐，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厨房那边好像有一股极度邪恶的气息爆发，但这股气息只出现了一瞬，就彻底消失了。不仅是邪恶气息，刚才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股凌驾于天道之上的绝世刀意。那刀意之纯粹，哪怕是瑶池圣地的开派祖师，也远不及万一。你们俩回来的正好，厨房地上破了个洞，小伙你去填平。还有，泔水桶里有些地底长出来的变异杂菌，清晨你拿去后山倒了，别污染了院子。这是化神期巅峰的魔道本源气息，还有这些碎片，是万魔窟的正宗法宝幽冥刺的残骸。大师兄刚才说这是变异杂菌，我的天！3名化神期大魔头潜入，连大师兄的衣角都没碰到，就被切成了这么均匀的肉丝。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在大师兄眼里，化神魔尊竟与那案板上的土豆毫无分别，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境界啊！哈哈哈哈哈！1000年了，本座终于重见天日，这片天地即将再次臣服在本座的血海之下。恭迎老祖破风，是启禀老祖，您派去太乙圣地潜伏的幽鬼3位魔尊，就在刚刚，本命魂牌同时碎裂了。哦，3个化神期居然连一丝求救信号都没传出就死了，看来太乙圣地这帮伪军人还有点底蕴。也罢，刚刚苏醒，正觉得腹中饥饿。太乙圣地就用你们全宗上下的精血来做本座破风的第一顿血食吧！哈哈哈哈哈哈！全宗听令，携太乙周天降魔大阵。今日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让魔头踏入我圣地半步。誓死与圣地共存亡。就凭着破铜烂铁般的阵法，也想阻挡本座？太乙老二，你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血魔老祖，你休要猖狂！我太乙圣地传承万载，岂是你这魔头说灭就灭的？不自量力！今日本座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血海浮屠，给本座碎！不，这不可能！他的修为竟然已经超越了大成期。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所谓的正道魁首，简直不堪一击。太乙老儿，本座现在就将你们全部炼成丹药，作为本座重登天下共主之位的垫脚石。圣主，我太乙圣地今日真要彻底覆灭了吗？天王我爷呀！不，我们还有希望。我们太乙圣地还有一位隐藏的极道仙尊。别管我，留住最后一口气，去地九峰，去青云峰，去请大师兄出山。
逃吧，尽情的逃吧，本座倒要看看这太乙圣地还有什么底蕴能救得了你们。圣主，快到了，青云峰就在前面。大师兄，太乙的存亡全靠您了。太乙圣地第342代圣主。携全宗长老弟子叩见大师兄。魔道苍绝，太乙面临灭顶之灾，恳请大师兄出山降魔，救我太乙千年基业。恳请大出山降魔。我操，什么情况？怎么全跑我这儿来跪着了？完了，这是那个什么血魔老祖破风了吧？这特效，这压迫感，绝对是满级大 boss 啊！让我出山降魔，我出去就是个纯纯的战五章啊！这要是踏出白线一步，那老怪物吹口气我就得化成灰。系统大爷，能不能商量一下，今天多给点面积？这10米半径真不够用啊！出去就是送人头啊！太乙老儿，你是不是被本座打傻了？竟然来求一个躲在院子里的缩头乌龟？这就是你们太乙最后的底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大师兄，难道连你也觉得太乙没救了吗？拼了！只要我不出去，在院子里我就是无敌的。必须把他忽悠瘸了，最好能骗进院子里来杀。吵死了！我正在扫地，谁让你们在此喧哗的？大师兄，大师兄见胜了，求大师兄出山诛杀此魔。出山？区区一只沉睡1000年的蝼蚁，也配让我踏出此院半步？你若不服，大可进来试试，看我这院中寸土能不能葬你这1000年魔躯？好一个狂妄的无知小辈！本座纵横天元大陆1000年，连太乙老祖见了我都要退避三舍。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口小儿，哼哼！竟敢大言不惭说本座是蝼蚁，想激将本座？好，老祖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躲在破院子里的缩头乌龟，到底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大师兄，太乙的存亡全仰仗您了。我操！这老怪物来真的！这特效也太夸张了吧！这是要把整座山都给扬了！系统保佑，这白线千万要靠谱啊！他要是敢进来，必须给他秒了！要是他一巴掌从外把山面拍碎了，我也得跟着自由落体啊！小子，我进。你退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你堂堂血魔豪祖，嘎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冲得那么猛，结果你给我玩急刹车，你往前走2步啊，就2步。进来我直接让你体验什么是降维打击。怎么停下了？刚才不是喊打喊杀吗？这院门敞开着，白线就在你脚下，你这不可一世的血魔宝祖，难道连踏出这一步的胆量都没有？此子太诡异了，面对本座的滔天魔威，他竟然还在喝茶，而且我竟然完全看不透他的神潜。他故意激我进去，难道这院子里布下了连大成期都能绞杀的绝世杀阵？哼，
故弄玄虚。小子，你以为本座活了上千年，会中你这拙劣的请君入瓮之计吗？原来所谓的魔道巨钻，不过是一条只会站在门外奄奄狂吠的老狗，真是无趣至极。你找死！好一个狂妄的小辈！本座倒要看看你这破院子到底藏着什么玄机。血冥化骨手，给我去！我去！他开大了，他不按套路出牌啊！系统，你这破领域到底防不防远程攻击啊？万一防不住，小爷我今天连灰都剩不下了。这怎么可能？系统牛啊，远程免疫，只要小爷我不出这条线，连天道来了也得跪着唱征服。稳了。本座就不信邪了，区障眼法也敢在老祖面前班门弄斧！万邪归宗，去！全给我去死！这到底是什么阵法？绝对防御，还是法则之力？不，就算是传说中的仙界大阵，也不可能把本座的攻击抹除得如此干净。难道此人的修为已经超越了凡界的极限？外面风大，刮进来的野狗吠声真吵，连喝杯茶的兴致都被败光了。你刚才是在给我表演杂耍吗？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的天，这老小子不会是想跑吧？他要是天天躲在外面放冷箭，或者跑去祸害别人，我这第9峰以后连个送饭的都没了。不行，绝对不能让他走，必须得让他走进县里来。怎么，1000年前声名赫赫的血魔老祖，如今就这点胆量，站那么远，是怕我吞了你吗？庶子猖狂！本座纵横天下的时候，你祖宗都还没出生。你这院子透着古怪，必定布下了什么阴毒的仙家杀阵。本座岂会中你的激将法？这老魔头脑子还挺好使，居然不上当。既然普通的激将法不行，那就只能用终极大术了。今天非得把你气得失去理智不可。唉，倾城啊，昨晚我吃剩的骨头呢？回主人，在这里。堂堂血魔老祖，我看也不过如此。说实话，你连我院子里的一条狗都不如。我只要扔根骨头，狗都敢摇着尾巴进来啃2口。你呢，连踏进这个院子的勇气都没有，只敢在外面淫言狂吠。你干脆别叫血魔老祖了，改名叫血魔老狗吧。哦，不对，狗都比你勇敢，你就是个连骨头都不敢捡的废物。小畜生，你找死！大师兄说的对。这老魔头就是个没种的软脚虾，连我大师兄随手画的一条破白线都不敢跨，还妄想覆灭我太乙圣地，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赶紧滚回你的万魔窟吃奶去吧！就是，亏我以前在瑶池还听说过血魔老祖的赫赫威名，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盖世魔谋，今日一见，原来只是个只敢站在门外叫唤的缩头乌龟。主人，您还是别脏了眼睛，这种废物连给您擦鞋都不配。干得漂亮！这俩彭拱简直是极品，继续骂，给我往死里骂！气杀我也！气杀我也！本座纵横天下1000年，杀人营野，屠宗灭门。今日若不将你们这群小畜生偷金扒皮、挫骨扬灰，本座誓不为人。仙家杀阵又如何？本座今日就算拼着折损千年寿元，也要踏平你这破院子！进来了，他要进来了！快给老子踩进来！好恐怖的魔气！这老魔头拼命了！这股力量已经超越了化神期的极限，主人他……装神弄鬼的小辈，给本座死来！进来了，
真的进来了！小爷的无敌区域启动！这是怎么回事？本座的法力呢？本座的修为呢？这怎么可能？就算是大乘期修士，也不可能瞬间剥夺本座的一切。这到底是什么领域？进来了。你用了什么妖术？你到底是谁？把法力还给本座！大师兄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这老魔头就跪了。这才是真正的大道之威，言出法随，天地皆服。老祖知道错了，请陆大人网开一面。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非要进来的。既然进来了，灭！不，这根本不是人间的力量，他是先帝，不，他是天道本尊。还以为多厉害，就挤出这么点东西，颜色还挺艳，跟个糖豆似的。小伙，接着，这玩意儿扔了怪可惜的，拿去喂狗。哦不，拿去补补身子吧。你最近劈柴挺辛苦的。这是化神期巅峰的血魔老祖啊！大师兄竟然将这等逆天造化随手赐给了我。多谢大师兄此丹，小伙必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化万物为丹，视巨魔如草叶。大师兄的境界已经超脱了3000大道，这才是真正的无上大逍遥。我顾倾城能给这种禁忌存在当丫鬟，真是我瑶池圣地祖坟冒青烟了。天佑太乙，天佑我正道啊！有长生老祖坐镇，我太乙圣地当万世昌盛。长生老祖法力无边，震古烁今。长生老祖法力无边，震古烁今。老祖陨落了，连个全身都没留下，变成狗粮了！跑，快跑！第9峰上住着个怪物！妈呀，今天真是吓死小爷了！那老怪物长得那么磕碜，万一真冲进来咬我一口，我这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丁，新的一天已到达，无敌领域半径扩大1厘米，当前半径10米039厘米。多1厘米就多一份安全感，只要我苟得住，只要我绝不出现，这天下就没人能动我一根汗毛。大师兄将这等夺天地造化的神物随手赐我，我萧果若不能一飞冲天，有何颜面继续留在第9峰劈柴？好恐怖的能量！区魔血也敢放肆！开天体术，给我镇压！炼虚期，长！这是突破炼虚期的天地异象。第9峰上除了长生老祖，难道还有大能？不，你看那异象的核心，隐约有开天辟地之势，这绝对是长生老祖在演化无上大道。天裂开了！
老祖这是嫌天元大陆的天道太低级，要把这天天给捅破吗？人界的天道界壁竟然碎了，好霸道的气息！这股力量中竟然蕴含着一丝凌驾于本地之上、无视天道法则的极道威压。凡界蝼蚁中，竟有人能触碰到这等境界，有意思。传本地法旨，引起1000万魔军。本地要亲自跨界，去会会这个所谓的人界至尊。这小曲儿。我操！天上怎么破了个大洞？这是什么科幻末日灾难片现场？难道是我昨晚画白线的时候手抖，多画了1毫米，遭天谴了？大师兄，天道界壁碎裂，有极度恐怖的魔气正在渗透，这股威压似乎是传说中的魔界至尊要降临了。主人，这股气息太可怕了！这股威压似乎是传说中的魔界至尊要降临了。主人，这股气息太可怕了，哪怕是我瑶池的护宗大阵也挡不住他一击，我们该怎么办？些许风霜罢了，大惊小怪。他若敢来，这白线之外，便是他的葬身之地。连魔界至尊降临都不放在眼里，大师兄到底强大到了何种禁忌的地步啊？这便是天元大陆，灵气如此稀薄，法则如此孱弱，真是不堪一击的下等位面。诸位道友，魔劫降临，退无可退。为了天元大陆的苍生，随我结万仙诛魔大阵。今日唯有死战，为大师兄出关争取时间。哼，蚍蜉撼树，不自量力。大师兄，防线崩了，全溃败了。那九幽魔帝战力远超凡界极限，已是半步飞升之境。各大圣主全军覆没，1000万魔军正在中州屠戮。大师兄，天下苍生危在旦夕，恳请您出山镇魔。我操！半步飞升，连圣主他们几百个大能都被一招秒了。我他妈一个凡人出去就是送外卖啊！这破系统为什么只能在院子里无敌？天道轮回自有定数，他们平日里养尊处优，也该受些生死磨砺了。大师兄的意思是，这也是对各大圣地的一场考验。您迟迟不出手，是为了逼出他们在绝境中的潜能。若事事皆由我代劳，这天下修的还有什么闲？大师兄高瞻远瞩，如焉受教了。可是，那魔帝若杀向我太乙圣地怎么办？哼，他若识相，便滚回魔界；他若赶来这青云峰，这道线便是他的鬼门关。本地跨界而来，是为了寻找那道无视天道法则的极道气息。说，你们这蝼蚁之地，谁是最强者？魔头，你别得意。太乙圣地第9峰的大师兄陆长生，他若出手，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太乙圣地第9峰。一己之力将血魔老祖拍成血丹，真居简出，从不下山，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大军原地待命，本地倒要看看这个被奉为神明的人族至尊究竟有几分斤两。总算甩掉合欢宗那帮讨债的母老虎了，还是自家宗门安全。也不知道长生那臭小子把第9峰祸害成什么样了。他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别是连山门的瓦片都给卖了吧？等会儿见了面，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树立一下为师的威严。
这他妈是什么情况？天塌了！魔帝，魔帝降世，这下完了，天要亡我！好恐怖的威压，连看他一眼，神魂都在颤栗。九幽魔帝，他竟然抛下大军，独自横穿虚空来了我们这里，完了，全完了！找到了！我抄！半步飞升的大佬直接到家门口了，这出场自带满级特效啊！我这破院子的白线到底扛不扛得住啊？系统，要是漏进来一丝威压，我就成肉泥了。你就是那个一招灭了血魔老祖的陆长生。天上风大，要是不想死，就滚下来站好说话。大师兄，太霸气了！面对半步飞升的魔帝，竟然让他滚下来站好。狂妄！本帝纵横3界万载，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本帝说话的人族。本帝倒要看看你这具凡人的皮囊下究竟藏着什么通天彻地的本事。给我死！雷声大雨点小，我还以为魔界的至尊能有什么花样，就这，连给我这院子除尘都不够格。大师兄威武，魔帝又如何？在大师兄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不好看。连半步飞升的攻击都能无声隐灭，大师兄的境界恐怕早已超越了这方天地的天道。不可能，本帝这一击，就算是真正的大成期巅峰，也要灰飞烟灭。怎么可能连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激起？装神弄鬼！本帝倒要看看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至宝，竟能挡住本帝的极道魔威！破妄魔童，给本帝开！看破世间一切虚妄！你的体内竟然没有一丝灵力，没有丹田，没有元婴，连经脉都是闭塞的。你根本不是什么隐世大能，你就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纯粹的凡人。我操，这魔帝开挂了吧？透视眼，老子装了整整43级的逼，今天底快被看穿了。系统，你这领域能不能屏蔽透视啊？凡人如何，仙人又如何？大道至简，你这魔头终究是落了下乘。不对，如果你只是个凡人，刚才那股力量从何而来？本帝明白了，本帝彻底明白了，你所有的底气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修为，而是这座院子，是这条白线内的上古沙大阵。难怪你一步都不肯踏出院门，难怪血魔那个蠢货进去后瞬间毙命。因为只要离开那条白线，你连本帝手下的一个小卒都不如。完了！最大的秘密被这老登完全识破了，这下连忽悠都没法忽悠了。既然看穿了，那你还在等什么？我就站在这里，有种你进来杀我！激将法，低劣的手段，只要本帝魔气不进那条白线，你不过是个凡人蝼蚁。既然你不出来，本帝就在这线外将你这破山头连同你的师弟师妹一点点彻底轰成齑粉。九幽灭世魔炎，给我将这破山头彻底抹平！完了，这阵仗就算是核弹洗地也不过如此吧？系统，你这领域防不防空啊？不防空，我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了。这是花儿。好厉害的威力！这就是大成巅峰的真正实力吗？就算是死，也不能让这魔头踏入大师兄的清修之地半步！你们傻呀？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快
都给我进院子里来！大师兄这是在考验我们，若是连这点余波都承受不住，就躲进大阵寻求庇护，我们日后还如何正道长生？没错，大师兄以身作则，面对漫天魔炎依旧云淡风轻。他是在告诉我们，剑修当一往无前，宁折不弯，不可退入白线。多谢大师兄指点，我悟了。今日就算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指点你大爷啊！我是让你们进来保命，都什么时候了，还搁这儿脑补？真是一出感人的同门情深啊！不过，在本帝面前，一切挣扎都是徒劳。不行，再这么下去就全无了，必须打断他。就只会躲在10米开外扔石头吗？这就是你所谓的极道威力，连我这院子的一片瓦都掀不掉，简直可笑至极。凡人，你不必用这种低劣的激将法。本帝承认，你这阵法确实诡异，但这世上没有攻不破的乌龟壳。大范围的法术既然会被化解，那本帝就用这柄魔界至宝弑神芒，以最纯粹的单体毁灭之力，将你和你的乌龟壳一击贯穿。你放心，本帝绝不会踏过那条白线半步，本帝会站在10米之外，亲眼看着你被钉死在这悬崖之上。完了，这次油盐不进，这是要隔空狙击我。系统，距离午夜0点还有多久？再不扩建，我真要成串烧了。本帝改变主意了，直接杀了你们，太便宜这无聊的凡界了。本帝要让这位天下第一的大师兄，亲眼看着自己的同门被一点点碾成肉泥。顶住，绝不能让这魔头惊扰大师兄。就差一点，只要把他们拽进来就安全了。警告：宿主即将离开无敌领域，一旦出现，宿主凡人之躯将在0.01秒内被碾成原子。我出不去，我根本出不去！我就是个废物凡人，连自己的师弟师妹都救不了。大师兄，别管我们！青城，别哭，你没看懂大师兄的用意吗？大师兄刚才明明可以救我们，但他停住了，因为他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永远无法逆法苍天，这是我们破茧成蝶的最后一道生死关。没错，大师兄立于白线之内，不动如山，是在用魔帝的威压为我们淬炼道根。朝闻道，夕死可以。大师兄，如烟绝不会让您失望。我淬炼你们个鬼啊！我那是怕死不敢出去啊！求求你们别脑补了，赶紧往后退半心进院子。哈哈哈哈！原来如此，本帝终于明白了。陆长生，你装的可真像啊！天下人都以为你是隐世仙尊，画地为牢是为了不伤及无辜，但本帝那双破望魔瞳看得清清楚楚。你刚才想救他们，却在最后关头退缩了，因为你一旦离开那条白线，你就会死。你所有的力量都只能在那座诡异的阵法内生效，你根本出不了那个院子。放屁！魔头休要乱我道心！大师兄乃是万古第一人，岂会受困于区区方寸之地？哦，既然你觉得自己看穿了真相，那为何还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躲在10米开外狂吠？有种，你就滚过来，用你手里的破铜烂铁往我心口上戳，你敢吗？好，既然你急着找死，本帝就成全你。本帝不用法术轰炸，本帝要用这弑神矛亲手贯穿你的心脏。本帝倒要看看你这具毫无修为的凡人肉身，能不能挡住本帝这贯穿万古的一矛。我抄！他真过来了，这压迫感也太强了吧！老天保佑，
只要他敢跨过这条线，哪怕只是一根脚趾头，系统也能瞬间把他秒成渣。进来，快进来啊！哼，花里胡哨，你要戳就赶紧戳，我这茶都凉了。大师兄，别管我们，杀了他！大师兄，你为何还拔剑？难道这魔头连让你出剑的资格都没有吗？这是什么？大恐怖，绝对的大恐怖！如果本帝刚才真的踏入那条线半步，恐怕连神魂都会在瞬间被碾成虚无。这根本不是什么阵法，这是超越了这方宇宙的极道领域。怎么停了？腿软了？哈哈哈哈！好险！陆长生，你真是好深的心机！你故意装出毫无修为的凡人模样，就是为了引诱本帝踏入你这方死域吧？这条线就是你的生死界限，只要本帝不进去，你在里面就算天下无敌，也拿本帝没有任何办法。完了完了完了！这魔头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反派不都应该是无脑冲锋的吗？他怎么这么谨慎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个凡人，那你的肉身强度也就是凡人的水平。这杆弑神矛乃是用魔界最深处的极道云铁打造，坚不可摧，其本身的重量便足以压塌一座山脉。如果本帝不附带任何法力，仅仅用本帝大成期巅峰的纯粹肉身力量，将其当作普通的标枪投掷出去呢？极致的速度加上极致的重量，就算你的领域能剥夺法力，也绝对无法瞬间抵消这纯粹物理层面的恐怖惯性。这股惯性足够在进入领域的瞬间，把你的凡人肉身砸成肉泥。纯粹的肉体力量，大层期巅峰的肉身，哪怕只是扔一块石头，也能击穿星辰。主人如果真的是凡人肉身，绝对挡不住这纯粹的物理贯穿。你大爷的！你一个修仙界的魔头，跟我讲什么物理惯性啊？你是不是偷偷看过牛顿的棺材板？那前摇的冲击力也足够给我扎个透心凉了。物理惯性有趣，你大可以试试，看看是你这破铜烂铁块，还是本座的规矩硬。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本帝今日就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将你钉死在这太师椅上！这小子的淡定绝不是装出来的。如果距离太远投掷，弑神矛在穿过这片无敌领域的过程中，物理惯性有1/1000的概率会被那股至高规则强行抹灭。要杀他，就必须让弑神矛的动能达到绝对的峰值，距离越近，它被贯穿的几率就越大。但是本帝也绝不能踏入白线半步，哪怕是一根头发丝越线，本帝都有陨落的风险。这里距离白线还有3米，不行，太远，不够稳妥。1米，还能再近一点。本帝要的是一击必杀的绝对把握。造孽呀，真是造孽呀！老夫好不容易躲债回来，本以为能安享晚年，怎么就遇上魔帝灭世了？长生这小子平时扫地做饭挺勤快的，他什么时候惹上这种存在的？师傅，你不懂，大师兄那是隐世仙尊，他之所以一直不踏出院子，是在以自身镇压这方天地的气运。没错，你们看，那魔帝明明有毁天灭地之能，此刻却在大师兄的威压下，连走路都战战兢兢，甚至要用尺子来丈量安全距离。大师兄哪怕一言不发，就已逼得魔帝如履薄冰。没用的，你们没听见魔帝刚才说的话吗？主人那方领域只能剥夺法则，挡不住纯粹的物理惯性。魔帝现在不断靠近，就是在寻找物理杀伤力最大化的临界点。一旦他停下，那杆重达1000万斤的弑神矛就会以大成巅峰的肉身力量掷出。主人哪怕修为通天，可若他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凡人肉身，这一矛绝对会要了他的命。凡人肉身，他本来就是个凡人啊！完了完了，地九峰今天算是彻底交代了。6分钟，还有整整6分钟啊！这神经病魔头怎么还量上尺子了？修仙界的人都这么严谨的吗？系统大爷，你这每天扩大1厘米的破设定，非要卡在午夜0点刷新吗？就不能提前给我预知一下明天的额度吗？我要是今天死了，明天你扩大1万米有个屁用啊！杀个人还要拿把尺子量来量去，你是在给我做寿服，还是在给你自己量棺材的尺寸？你若是害怕了，现在跪下磕头，本座或许还能留你一具全尸。动作快点儿，本座该就寝了。激将法，你以为本帝看不穿你那点可怜的把戏？你越是嚣张，越是急着让本帝出手，就越证明本帝的猜测是对的。你在害怕，你在害怕我的绝对力量。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我会用最完美的距离、最纯粹的力量，让你这具凡人肉身彻底在这个世界上蒸发。完了完了，这招没用，这反派的心理素质太硬了。慢点，再走慢点，只剩最后2分钟了。动啊！给我动啊！我是开天体术的传人，怎能眼睁睁看着大师兄独自面对这等邪魔？师弟，别白费力气了，这是超越了天道极限的肉身之力。我们现在唯一的能做的，就是相信大师兄。相信个屁呀！你们这群倒霉孩子是真瞎还是假瞎呀？长生他连拿杯茶的手都在抖啊，他那是镇定吗？他那是吓得已经偏悍了呀！我太乙圣地今天算是绝后了。我承认，你画的这个圈确实有着连我都无法理解的绝对法则，但那又如何？只要我不踏入其中，你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捏死的凡人。2分钟，就差最后2分钟了。你这魔头废话怎么这么少？你倒是再多说2句啊！反派死于话多，你懂不懂啊？完了，这肌肉，这青筋，这特么要是扔过来，别说我这凡人肉胎，就算是一座钛合金山，也得被扎成筛子啊！系统，我叫你爹行不行？你提前2分钟刷新吧。我丈量过，这个距离，即便长矛脱手后失去了法则加持，仅凭这1000万斤的物理惯性，也足以在1/1000秒内将你的脑袋轰成血雾。井底之蛙，你以为你真的看穿了我的底线吗？结束了，凡人的神话，给我死！死定了，这回真死定了，这回到此为止了。丁，午夜0点已到，新的一天开始，按照规则向外扩大1厘米。本地的法力，本地的大道本源，怎么可能？我的脚趾！系统爹，你是我亲爹！1厘米，就差这1厘米。你别过来！就你，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也死！快跑！那是超越天道的存在，逃回魔界，封死界壁！魔帝呢？师傅，大师兄一巴掌把魔帝扇成灰了。大师兄天下无敌，连大成期巅峰都能一巴掌秒了。这徒弟惹祸的能力太强了，老夫迟早要被他连累死。老夫这辈子还是躲债最安全。长生啊，第9封交给你了，为师再去躲个几百年。站这儿干嘛？挡我太阳？我等遵命，绝不打扰大师兄清修。丁，检测到宿主首次独立击杀大成期巅峰存在，进入第2阶段，领域扩张速度提升，由每日1厘米提升至每日1分米10厘米，解锁新功能跨界感知。1天10厘米，10天就是1米，100天就是10米。我终于不用像蜗牛一样挪窝了，我要起飞了！这天下还有谁能挡我？系统，给我开启跨界感知，让我看看还有哪些不长眼的，等着被我踩。我抄！上面还有人，好多人，还特都比魔帝可怕10000倍！老子不玩了，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地狱难度的世界？不出去了，打死老子也不出去了，这辈子不出去，下辈子也不出去了。老师，凡界那个叫陆长生的小子，真的只凭一个小小的空间法则规则，就抹杀了9幽魔帝？这规则的层次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一方天地。
有意思。凡界千年，出以妖孽。那依老师之见，是否要派人去？不必。他那条线里的规则虽诡异，可终究只是借来的。这小子自己连一根手指头都出不了那个院子，盯紧他。下一次他踏出那条线的时候，便是本座亲自见他的时候。弟子遵命。不出去，打死不出去！谁叫我出去，我跟谁急！